因为他可是最近人气直接飙升而起，甚至他的名字也是传遍了万兽神界中，每一道神兽势力内部也有很多神兽族之人都认识萧炎大名。在震惊了片刻后，刚刚还有一些对萧炎有意见的神兽之人直接是将此想法抛之脑后，并且赔礼道歉的对着萧炎尴尬的笑道：原来你就是最近名声鹤起的那个人类萧炎，刚刚多有得罪，还望萧炎小友不与我们计较，我们向你道歉，实在是不好意思。说完，圣龙族的大神斩以及其余的一些神兽之人都对着萧炎一个深深的鞠躬，以表歉意。见到大神斩他们的真诚表态，萧炎自然也不会为难他们，毕竟他们也是圣龙族的一些有头有脸的人物。没事没事，毕竟我刚来到这里，也没有明确的介绍自己，这也算是一种自我介绍吧。萧炎也是礼貌性的回应道。萧炎小友的大度，实在让我们都有些惭愧。大神斩也是无奈的一笑，对于自己刚刚的表现，实属有些幼稚，竟然以身份、外表看人。不过既然萧炎也没有让他们出糗，内心也是对萧炎有着一份感激之情，所以无论到了哪里，都是实力为尊。刚刚还看到萧炎实力只是第一序列神，他们打死都不会去相信自己，而一旦将自己的真正底牌亮出来的时候，他们就不得不相信自己，这就是现实。无论到了哪里，就算是第一等级世界，实力越强时，这种被人看不起的几率也就会变得无限变大，总是不会去相信而已。所以在看到萧炎又神火之后，也不得不相信，看来就算一些强大的神奇，也逃不出自己看不起弱者的那种态度，还真是做到了大咒9界的统一啊。一旁的圣龙在见到萧炎这般自我介绍的方法时，也是微微一笑，仿佛极其满意萧炎的表现。有些使用确实不需要用嘴巴去介绍自己，而是直接拿出自己的强大底牌来介绍的话，那种效果也会更加的真实。那么我现在就进去万兽之源里，帮你们解决神火本源的吞噬问题。萧炎也不再多说，对于这最后一道的神火本源，他也是有些激动又兴奋，心中也早已经垂涎很久了。只有将这最后一道神火收服炼化的话，那么自己就拥有了完整的三昧神火。当年这三昧神火的力量，竟是连三龙联手都无法彻底的将其压制。如此的神火力量，一旦将其收服，萧炎也就有了拥有突破到天位神的资格了。好，萧炎，一切就按照我刚才所说，进去之后如果有出现什么问题，一定要第一时间出来。圣龙再次对着萧炎嘱咐道。看来圣龙真的非常关心萧炎，毕竟圣龙一般不交兄弟，而一旦交了这个兄弟，也就会真真实实的付出。萧炎点点头，表情非常坚定的道：圣龙兄，等着我成功收服神火吧。随后萧炎也不再拖沓，直接将自己强大的神境灵魂施展到极致。经过这段时间的战斗，他的神境灵魂也是触及到了神境中期灵魂的层次。如果能够顺利突破，那么萧炎就可以修炼此前坟老给他的一道灵魂神技神魂天技。想到这里，萧炎也是非常期待接下来自己的突破了。对其圣龙以及几位神长拱手了一下后，再次转身看向万兽之源。萧炎的漆黑眼眸中，一黄一粉的火焰也是从中浮现而出。下一刻，他脚步一踏，其身影竟是化为一道流光，直接冲入了万兽之源内部。看着萧炎消失的身影，虽然圣龙也是对萧炎有着极其大的自信，但其心中还是为萧炎有着一丝担忧。召集族长数百名天位神实力的神兽来此助阵，如出现其中的异常，必须要在第一时间保护萧炎。圣龙那霸道凌厉的声音直接传开，下方诸多神兽之人皆是肃然点头，然后对着万兽之源的四周围成一个圈，观察着万兽之源各个角落是否有异常的动静。萧炎，祝你顺利成功收服神火本源。圣龙也是在心里为萧炎祈祷，因为他也非常担心3年后的猪龙之战，如果神龙顺利突破5重天位神，那么他们圣龙族就会被神龙族入侵，甚至也会被灭族。不过这样的事情圣龙自然不会让其发生，所以只要萧炎能够将神火本源解决了，他们圣龙族的万兽之源就会彻底的恢复正常，到时候他们圣龙族的底蕴也就会有所提升，也包括圣龙自己本身实力的突破。万兽之源内部，这里有着2股极其可怕的磅礴能量，不断的攻击彼此。蓝色一方的能量虽然很霸道强大，可是在接触那橙色火焰的本源之时，竟然被逼得节节败退。一股炙热的能量已经彻底的笼罩这片空间之中，无论那兽星本源躲在哪里去，都会被这股炙热的本源侵蚀，甚至还有会爆发出一丝丝咆哮痛苦的龙吟声。这兽星本源竟然还产生了一些灵智，不过在面对如此毁灭气息的神火本源来说，这一切都变得徒劳无功。难怪这兽星之源会被神火本源吞噬的那么严重。如此看来，在这里面那蓝色能量早已经支撑不下去了，要不是凭借着自身霸道强大的力量与之对抗，或许早已经被其吞噬。此时在这充满着无比可怕能量的空间中，萧炎的声音缓缓地浮现而出。虽然这片空间的温度非常之高，可是对于萧炎来说却是恒温一般。那就是三昧神火最后一道的神火能量了吗？萧炎的目光打量着四周，这里除了蓝色的能量之外，还有一种攻击力极强的橙色能量，在这橙色能量中不断地散发出炙热气息，想必这就是神火了。神火本源，我来了！萧炎的眼神变得无比的坚定，
甚至那漆黑的瞳孔中有着一道火苗浮现而出。面对着橙色火焰如何的炙热无比，萧炎依旧是非常的平静，旋即就释放出强大的神境灵魂力量，以萧炎为中心，朝着四周快速的弥漫而去。不管是兽心本源还是神火本源，全部都在神境灵魂笼罩在这其中。萧炎想要通过神境灵魂的强大力量，直接探测出这神火真正的本源所在。不过在一次又一次的探测下，萧炎的表情逐渐变得郁闷起来，因为他无论探查这片空间，依旧没有发现什么神火本源，除了2股强大的能量外，竟然无法找到神火真正的本源存在。这是怎么回事？竟然无法探查到神火本源。萧炎也是头一次遇见这样的问题。要知道，萧炎的神境灵魂乃是灵魂修为的最高境界，虽然还只是神境初期灵魂，但是放眼数百万里或者数千万里的范围，都无法逃出萧炎的神境灵魂探测。可是这万兽之源再大，也不会大得过数万里，所以在如此小的范围内，萧炎几乎将万兽之源的全部区域探查了一遍又一遍，竟然还真的无法找出神火本源的所在，仿佛就直接蒸发了一样，根本就不存在神火本源。如果诡异的一幕也是让得萧炎无比的疑惑好奇，如果没有神火的本源，那么为何在这空间中会出现如此多的神火能量，在不断的吞噬兽心本源的能量呢？一系列疑惑的问题顿时在萧炎的脑海中炸开，看来在这里一定有着什么蹊跷，只不过萧炎还没有发现而已。不过既然如此，也只能先出手探一探，这究竟是为何？萧炎双眼一眯，然后在睁开之时，他的漆黑双眸竟是变成了炫白之色，其中还有着火光在涌动着。他的双手之上也是出现了炫白色火焰以及黄粉色火焰开始相互的融合，在焚诀功法的催动下，这些火焰变得有些温顺起来，开始有了融合的迹象。能够让神火进行融合，也只有焚诀功法才可以做得到了。神怒轮回，一道低吼之声自萧炎的嘴中喃喃发出，然后可以清晰的看到，在萧炎的手掌之上，竟然有多种颜色火焰的相融。下一刻，萧炎手的掌上便是散发出神圣光辉，由地炎、幻虚，还有暮光之火以及神元之火，幻化成一道奇异的圆环。圆环的边缘呈现出多种绚丽的颜色，还有一层被神圣光辉所包裹，散发出毁灭吞噬的力量，并且圆环中还有着一种非常可怕的轮回之力。无论是什么能量，还是灵魂力量被吸入圆环中，都会在顷刻间灰飞烟灭，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去吧，让我看看神火本源究竟藏匿于何处。萧炎的话音一落，奇异圆环逐渐的以萧炎为中心向四周扩散而去。这一招神怒轮回所散发出来的力量实在是太恐怖了，因为在这之中有着一股多种火焰的能量，整个万兽之源的空间中爆发出无比磅礴的能量波动。这股能量波动可以吞噬一切事物，连这处空间都开始变得虚虚实实，极度扭曲了起来。随着神怒轮回的这一道奇异黑洞无限的扩大之后，将这里的神火能量直接吞噬其中，瞬间在这圆环中爆发出了响彻天地的能量爆炸声。四世里面的轮回之力开始疯狂地将神火能量给净化，摧毁其中的一切能量。以如今萧炎第一序列神的实力，再加上目前他身上所有火焰，施展出他的神怒轮回，那力量也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存在。神怒轮回的力量已经笼罩了整个万兽之源，将其中的神火能量尽数吞噬，引得外界圣龙族之人都是震惊起来。他们这一刻也感受到了万兽之源中有一股非常恐怖的力量在吞噬着神火本源。难道刚刚进去的人类萧炎已经收服神火本源了不成？想到这里，圣龙族之人的脸上带着一丝兴奋之色。不过圣龙以及几位神斩却不那么认为，因为他们所感受到的力量不是萧炎去收服神火本源，而是萧炎利用一记强大的招式来与神火本源抗衡。只是说这个招式刚好是以吞噬为主，他们也是眼睛眨都不眨的望着万兽之源，看似外表很平静，可是他们的内心也是为萧炎捏了一把冷汗。特别是圣龙，他可是见识过神火本源的威力，要不是自身的实力足够强大，恐怕自己早就被那股炙热的能量所焚烧了。万兽之源内，这里已经被巨大的黑洞所笼罩，已经看不到任何的光明，只能听到在这个黑洞中有着能量被摧毁的声音传出，时不时的散发出一道接着一道的光芒，以及巨大的爆炸声，也不知道持续了多久。这里的神火能量也被黑洞中的轮回之力摧毁了差不多了，现在在万兽之源中也感受不到神火本源的能量。看来刚刚萧炎施展出神怒轮回的力量后，已经将万兽之源内的神火能量全部摧毁殆尽了。终于是解决了，只是为什么还是没有出现这最后一道神火的本源呢？萧炎吐了一口气，抬头望着上空处，除了那黑暗无边的黑洞，在其里面已经看不到任何能量能够吞噬的了。看来刚刚被吞噬进去的神火能量也已经全部被处理掉。紧接着萧炎的手掌一挥，巨大的黑洞顿时开始无限缩小，然后直至消失不见，然后再次释放出神境灵魂，开始将这处空间所有的角落都检查了一遍，结果还是没有发现神火本源。这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为何还是无法找到神火本源的所在？难道说神火本源也被神怒轮回给吞噬摧毁了不成？萧炎转动着眼睛，这也不应该，毕竟神火本源乃是大纣所孕育的神物，可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将其摧毁的。而就在萧炎无比疑惑的时候，原本被神怒轮回吞噬殆尽的神火能量竟是再一次的弥漫着这片空间，顿时间一股热浪也是对着萧炎席卷而来。
萧炎也是做出了反应，身影暴退，然后召唤出神火横骨尺，灌入神火之后，直接对着眼前的虚空全力劈出2道能量，2道尺影之上瞬间飞掠而出，带着可怕的炙热能量对着那股热浪席卷而去。很快，这2道同为火属性的力量撞击在了一起，犹如是火山喷发了一般，双方的能量冲天而起，引得空间都开始动荡扭曲起来。而萧炎的那2道攻势竟是瞬间被对方的热浪瓦解，这一幕让得萧炎眼神急速收缩，让人刚想躲那一股热浪，可是诡异的一幕发生了，萧炎竟然不受控制的朝着热浪迎面而上，任由萧炎如何发起反抗，依旧没有任何的作用，仿佛自己的意识内操控了一般，无法做出相对应的动作。而就在这时，粉老的声音直接在萧炎的脑海中响起道：“小家伙，快催动焚神诀！”闻言，萧炎的反应也是极快，立马在第一时间催动了极其神秘强大的焚神诀。随着焚神诀的运转，体内顿时爆发出一股惊人的波动，也就是这股波动的爆发，让原本无法做出对应动作的萧炎直接身影一闪，在那千钧一发之际躲过了那股热浪的吞噬。刚刚还真是好险，如果被那热浪吞噬其中的话，不死也的是重伤了。萧炎也是为躲过这一招后，心生骇然之意，刚刚竟然有什么东西在操控自己的意识。粉老，你知道刚刚是怎么一回事？我感觉到自己刚刚被操控了。萧炎也是疑惑出声，对于刚刚的事情，他实在有些好奇。片刻之后，粉老的声音再次传出道：“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刚刚是有一股能量冲入你意识中，控制了你的行动。这股能量是什么时候进入我的意识中的？我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萧炎显然完全的不知情，况且更重要的是，他一直将神境灵魂释放极致，可是就算如此，在神境灵魂之下，依旧无法察觉出异样，就足以说明这股能量非常强大，竟然都跳过了神境灵魂的探查。粉老开始念念有词的道：“我想这股力量就是你所要找的3昧神火的最后一道本源——意念之火。”意念之火，萧炎也是听了表情一变，因为从刚刚进入这万兽之源内后，就一直没有发现所谓的神火本源，仿佛就是人间蒸发了一般，根本无法找寻神火本源的踪迹。可刚刚粉老所说那股能量就是意念之火，如此说来，3昧神火的最后一道本源应该就一直藏匿于这片空间中。粉老，我应该如何做才能将这道意念之火现身？粉老乃是萧炎身边的指路人，很多萧炎不知道的事情，他都是知道的清清楚楚，不管是实力还是知识，可以说粉老就是信息库也不为过。毕竟焚诀功法的来历就非常的神秘，以至于粉老这位焚诀之灵也不会很普通。这个很简单，之所以你刚刚用神境灵魂探查不出它的所在，是因为它从你刚开始进入到这里的时候，就已经入侵了你的意识，控制了你的行为。你以为的灵魂探查，实则对方已经对其做了手脚，才使你无法找出神火本源的所在。什么？从我进入的那一刻开始，我就被这神火本源给入侵了意识？这也太可怕了吧！萧炎不断地打量着四周，生怕像粉老刚刚所说，他可以在悄无声息间控制人的意识。粉老也不否认这股力量的强大，至少这可是神火的力量。接着喃喃的道：“不过想要将其破解也不是不可以。”萧炎一听，眼珠子一转，然后有些急忙的问道：“粉老，那你有什么办法可以将这神火本源找出来？”这神火本源应该就在我们附近，只是它操控了你的意念，让你无法找得到它而已。粉老摸了摸自己的胡须后，淡淡一笑，从粉老的口中也是了解到了这意念之火的特殊力量。它与目光之火和神元之火不同，而是能够操控对手的意识。如果真的如此的话，带着萧炎收服了这3昧最后的神火本源，那岂不是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可以达到一个极其惊人的效果？想到这里，萧炎的脸庞上就不知不觉地浮现出了一抹笑容。随后萧炎也是继续问道：“那如何找出这神火本源的位置？”粉老也是直接回答了出来：“用焚诀空间。”焚诀空间，萧炎也是惊疑出声。这焚诀空间只是能够让自己的修炼速度提升数十倍而已，难道还能找出神火本源不成？就在萧炎那有些不解的表情下时，粉老微微一笑，然后再次对焚诀空间的信息进行了让萧炎全新的一个认识。焚诀空间的用处非常大，你所了解到的焚诀是不是只有在你修炼时加快了修炼的速度而已？其实不然，焚诀空间除了能够让你在修炼方面提升速度之快，还有一种特殊的能力，就是将所有看不见的东西召唤进入焚诀空间后，不管对方是谁，都是能够将其显现出来。说完，萧炎直接是瞪大了眼睛，简直被焚诀空间的这一项能力给震撼到了。可以将看不见的能量召唤其中，就能够将其显现而出。萧炎依旧是半信半疑，虽然说粉老的话很真实，但是自己没有见识过的东西，还是有着不太敢相信。怎么不相信？粉老看出萧炎的心中所想，然后信誓旦旦地对着萧炎轻声道：“你现在将焚诀空间召唤出来，将这里的空间全部笼罩其中，不出片刻，我想那所谓的意念之火就会立马现身。”萧炎没有说话，目前也只能先照着粉老所说的去做，毕竟自己没有想出其他办法可以寻找出神火本源的踪迹。下一刻，萧炎便是双目微微一闭，运转体内的焚诀功法，随着圆转间
一股金色的能量也是自萧炎的体内顺着皮肤上的毛孔渐渐的蒸发而开，可以清晰的看到一道道金色的气体开始不断的升腾起来，而且那种速度非常之快。不出一会儿，那金色气体的能量便是已经弥漫至整个万兽之源的空间中，使得万兽之源空间披上了一层神秘之感。萧炎的焚诀功法催动到极致后，这些金色气体更是变得浓郁了几分，就连那兽星本源见到了这股金色气体能量，都是避而远之。比起那神火本源，仿佛更加的惧怕这焚诀之力。与之说是惧怕，倒不如说是这是一种敬畏。所有的能量在焚诀之力面前，也只能仰望攻之。随着那金色气体能量越来越粘稠，这片空间竟是真的被焚诀空间所笼罩。与此同时，萧炎也正在用自己的目光仔细地观察着四周的异常，按照了焚老的指示，将焚诀空间召唤而出，结果还是没有发现任何的异常。难道说焚老也猜测错了？但萧炎又想了想，焚老的实力深不可测，自然没有不相信他的理由。但是为何这神火本源还是没有显现出来的踪迹呢？就在萧炎这样思索间的时候，这空间内的金色气体能量竟是以一个极其规律的运动轨迹，朝着一处区域缓缓流动而去。随着时间的推移，那边的动静也是越来越大。萧炎也是发现了异常，立马眼睛一瞪，目光直射出去，却是见到这些金色气体能量已经逐渐的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而萧炎的眼瞳中则是散发出一道灼热之光，因为他知晓，在这漩涡的中心，就是他所要找的三昧最后一道神火本源。终于是要现身了吗？萧炎嘴角微微一动，然后其身影顿时一个闪现，直接朝着那巨大的漩涡中心掠去。只见在这巨大的漩涡中心处，竟是有着一道橙色的火莲花正在缓缓的旋转着。看着眼前之物，萧炎顿时激动一笑，这想必就是那意念之火无疑了。意念之火终究是我萧炎的。萧炎的眼神表露出极其的渴望之色，看着面前的橙色火莲花，直接是伸手抓取。而就在萧炎的手掌即将触碰到意念之火的时候，顿时间一道可怕的能量对着萧炎冲击而来。萧炎也是眼神一凝，在第一时间做出了反应，催动焚诀之力，以最快的速度避开了这一道能量的冲击。好一个人类小子，竟然还是被你找到了我的本源！一道大笑声自那火莲花中传荡而出。萧炎稳住身形后，表情依旧没有松懈下来，毕竟对方乃是一道神火本源，其实力也是毋庸置疑。前辈，小辈萧炎今日前来是想收服三昧神火的最后一道本源意念之火。萧炎也没有任何的隐瞒，将自己这一次前来的目的也都说了出来。一听萧炎如此坦诚，又是一道爽朗的笑声从那橙色火莲花中散发而出。然而下一刻，那火莲花竟是燃烧了起来，一股炙热的气息直接弥漫这片空间，有道模糊虚幻的身影也是逐渐的出现在了火莲花之上。萧炎也是轻揉着眼睛，一位是自己看花了，同时也用神境灵魂探查了一方，对方乃是真真实实的存在。人类小子，你的灵魂境界也蛮高的，没想到年纪不大就已经达到了神境灵魂层次。火莲花之上盘坐着一位身穿橙色衣袍的老人，而老人的双目在睁开的时候根本没有与人类一样的瞳孔，而是有着橙色火莲的眼瞳，看上去十分的诡异神秘。而且刚刚我早已入侵你的意识，竟然还是被你破解了我的能力。你刚刚所施展的不会就是焚诀之力吧？这位橙袍老人也是对萧炎有着一丝兴趣，刚开始还觉得萧炎与普通强者一样会被自己的能力给操控，结果这一次闯入这里的人类不但没有被自己操控，然而还被对方找到了自己的本源所在。如此强大的手段，他还是第一次见到过。还有这焚诀之力，也让得他颇为的忌惮与恭敬。闻言，萧炎也是一惊，没想到对方竟然知晓刚刚自己所施展的力量是焚诀之力。难道说眼前这位橙袍老人也是知晓焚诀？萧炎一脸疑惑地问道：前辈，你怎么知晓我刚刚施展的是焚诀之力？而眼前的那位橙袍老人淡淡一笑道：老夫我自然知晓，因为这股能量我有些熟悉，但又陌生。萧炎也是一脸迷茫起来，什么叫熟悉但又陌生？橙袍老人看穿此时萧炎所想，也是开始解释起来道：你的这焚诀之力，在很久很久以前，我在一位大能身上感受到过。只是这股力量虽然很接近那位大能所散发出来的气息，可是又有着一丝区别。萧炎听得一脸迷茫的雾水，不过内心也是开始揣测起来，自己的这个焚诀之力为何眼前的橙袍老人熟悉及陌生？焚诀之力、焚诀功法，在萧炎思想斗争了片刻之后，似是想起了什么，也是明白了其中的问题所在。前辈，我已经知道你说的熟悉及陌生是什么原因了，那是因为我的焚诀之力还不算完整，因为它缺少了焚神之力。萧炎的此话一出，顿时让的橙袍老人一怔。焚神之力这四个字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听过了，而现在这四个字从萧炎嘴中说出后，仿佛让的那个极其久远的记忆在这一刻逐渐的被释放出来。与其说是焚神之力四个字，倒不如说是焚神二字，令的橙袍老人变得极为的恭敬敬拜。橙袍老人也是在那久远的记忆中慢慢的回过神来，然后再次看向萧炎的时候，其眼神都是变得一丝惊骇。没想到如今一位人类身上竟然有这股焚神之力。人类小子，你身上的秘密看来非常的不简单啊！橙袍老人此刻
面对萧炎的时候，不再是看一位普通的人类，而是在看一位让他都必须仰望敬拜。哎，也罢，或许这就是大能的旨意吧。既然如此，我也便不与你多说。今日你已经来到了这里，那么我便助你完成你的目的。萧炎此时更是一脸懵圈，怎么这事情360度大转变了？而且听对方的意思是说，他竟然愿意助自己完成对神火本源的收服目的，这收服神火本源是不是也太简单了一点？当然，这只局限于萧炎，或者说是焚神的力量，才让的这些神火本源自愿屈服。没想到这些神火本源如此识时务。冯老的窃喜声也是在萧炎的脑海中响起，而萧炎也是一脸疑惑地问道：“冯老，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